为什么也有人始终不喜欢王一博？这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？在娱乐圈里，似乎很少有明星能够做到让所有人喜欢。有人因为一部作品一夜爆红，也有人因为一次舞台收获无数掌声。可与此同时，总会有人提出不同的声音，而王一博或许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。有人觉得他努力、认真、有实力，有人欣赏他不断挑战自己的勇气，也有人认为他低调、不炒作，把更多时间留给作品。可是另一边，却始终存在着另一种声音。有人觉得他太冷，有人觉得他不够亲切，有人认为他的性格难以接近，还有人无论他推出什么新作品，都始终提不起兴趣。于是，一个看似简单，却始终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出现了。为什么也有人始终不喜欢王一博？这是因为他的作品真的不好吗？还是因为他的性格本身就容易引发争议？又或者，真正影响大家判断的，并不是王一博本人，而是别的原因？今天，我们不准备讨论谁对谁错，也不会去证明喜欢王一博的人一定有道理，更不会否定那些并不喜欢他的声音。因为喜欢一个人，本来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。没有谁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喜欢同一个演员，也没有谁能够真正做到让所有观众满意。今天我们想聊的只是一个娱乐圈里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：为什么越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明星，越容易出现截然不同的评价？而王一博为什么会成为这个现象最典型的例子之一？如果把时间拨回几年前，很多人第一次认识王一博，更多是通过舞台。后来，越来越多人因为影视作品开始关注他。再后来，赛车、街舞、纪录片、电影，他的身份不断增加，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，讨论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按理来说，一个人的作品越来越丰富，经历越来越多，喜欢他的人应该越来越多才对。可现实却并不是这样。每当王一博有新作品上线，网络上总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，有人夸，有人批评，有人期待，也有人选择直接忽略。甚至有时候，同一部作品，同一个角色，同一场表演，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。有人觉得演技进步明显，有人却认为仍有不足，有人觉得角色塑造成功，有人却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。很多网友看到这种情况，第一反应往往是不是有人故意针对王一博？是不是有人带节奏？不可否认，网络世界确实存在各种复杂因素，但如果把所有不同声音都简单归结为恶意，恐怕也解释不了全部现象。因为一个真正拥有庞大关注度的公众人物，本来就会面对来自不同年龄、不同经历、不同审美人群的评价。有人喜欢安静内敛的性格，自然也有人更欣赏幽默外向的人，有人偏爱现实主义题材，有人却更喜欢轻松浪漫的故事，有人关注演员的成长，有人更看重第一印象。每个人判断标准不同，最终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会完全一致。可是，如果只是因为审美不同，为什么关于王一博的讨论却总是比很多演员更加激烈？为什么即使过去这么多年，无论他推出电影、电视剧，还是参加公开活动，关于他的评价依然能够迅速引发大量讨论？有人说这是因为流量，也有人说
这是因为关注度越高，争议自然越大。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，但似乎还没有触及问题真正的核心。因为娱乐圈从来不缺流量明星，真正能够持续多年保持高讨论度的人却并不算多。那么，王一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？为什么喜欢他的人会越来越坚定？而那些始终不喜欢他的人，却似乎也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同一个人能够同时收获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？是作品？是性格？是成长经历？还是公众对他的期待本身就发生了变化？或许真正的答案并不像一句喜欢或者不喜欢那么简单，因为当一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人们讨论的往往已经不仅仅是这个人本身，而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明星、成功、努力以及公众形象的不同理解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，一步一步去寻找答案。也许看到最后，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人始终喜欢王一博，和为什么有人始终不喜欢王一博，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。如果认真观察这些年的网络讨论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同样是一部作品，同样是一位演员，不同的人看到的却完全不是同一个王一博。有人关注的是他的成长，他们会拿今天的表现和几年前相比，只要看到进步，他们就愿意给予肯定。可还有一些人，他们更关注的是最终结果，他们不会在意演员经历了多少努力，也不会在意为了一个角色付出了多少时间，他们只会问一个问题：这部作品打动我了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在他们眼里，所有努力都只是过程，并不能直接换来认可。这其实并不是针对王一博，而是观众看待演员最真实的方式。因为每个人评价作品的标准本来就不同，有人喜欢情绪细腻的表演，有人喜欢爆发力十足的角色，有人更重视故事本身，有人更在意演员是否足够自然。当评价标准不同的时候，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会相同。所以，并不是所有没有那么喜欢王一博的人都带着恶意，其中不少人只是单纯没有遇到一部真正打动自己的作品，而喜欢他的观众则恰恰在那些角色里看见了成长与坚持。不同的关注点最终形成了不同的评价。除了作品，还有一个原因一直影响着大家对王一博的印象，那就是他的性格。娱乐圈里有很多明星天生就善于表达，他们喜欢聊天，喜欢分享生活，喜欢在镜头前制造轻松愉快的气氛，这样的性格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亲近感。而王一博却恰恰相反，他的话不算多，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回答往往简洁直接，参加节目时，更多时候都是安静地完成自己的事情。对于喜欢这种性格的人来说，他们觉得这是真实，是不刻意迎合，是不需要用夸张的表现去吸引别人注意。可对于另一部分观众来说，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有距离感，甚至产生一种不容易接近的印象。于是，同样一种性格，在不同的人眼里，又变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。有人说这是成熟，有人说这是高冷，有人觉得这是专注，也有人觉得缺少亲和力。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？或许都不是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性格本来就不同。有人喜欢热情，
有人喜欢安静，有人欣赏锋芒毕露，有人偏爱沉稳内敛。所以，当王一博坚持做自己，自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。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原因，那就是关注度。一个普通演员推出新作品，可能只有喜欢他的观众会讨论。可像王一博这样拥有巨大关注度的公众人物，每一次出现都会吸引各种不同的人群。有人是粉丝，有人是普通观众，有人只是偶然刷到新闻，还有人本来就更关注整个娱乐圈的发展。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，不同的声音自然也会同时出现。关注度越高，评价就越多，讨论越激烈，争议也越明显。这几乎是所有高关注公众人物都会面对的现象。所以，有时候大家看到的是关于王一博的争议，实际上讨论的却不仅仅是王一博，而是不同群体之间对于演员、流量、作品以及公众形象的不同理解。故事来到最关键的地方，那么为什么也有人始终不喜欢王一博？说到底，真正决定一个人态度的，很多时候并不是明星本人，而是每个人自己的期待。有人希望演员风趣幽默，有人希望演员低调认真，有人把演技放在第一位，有人更重视舞台表现，有人期待不断突破，有人则更喜欢熟悉稳定的风格。没有一种标准能够代表所有观众，所以当不同期待落在同一个人身上，出现不同评价，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并不是王一博特别容易引发争议，而是当一个人拥有足够高的影响力之后，他就会成为各种观点交汇的中心。有人因为作品认识他，有人因为舞台关注他，有人因为性格欣赏他，也有人因为第一印象始终没有走近他。这些声音共同组成了公众人物最真实的舆论环境。分析到这里，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：我们喜欢一个演员，究竟是在喜欢什么？是一部作品，一种性格，一个瞬间，还是一种长期坚持的态度？而那些没有那么喜欢他的观众，他们也未必是在否定这个人，更多时候只是他们心中的答案不同。娱乐圈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喜欢，同样也没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演员只会收获一种声音。对于王一博来说，有人欣赏，有人质疑，有人期待，有人观望，这些声音会一直存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每一部新作品，每一次新的尝试，都会成为重新认识他的机会。或许今天有人依然没有因为某一部作品喜欢上王一博，但未来的一部电影，一次新的角色塑造，甚至一句不经意的话，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看法。当然，也有人始终不会成为他的观众，这同样值得尊重。因为真正成熟的讨论，从来不是要求所有人站在同一边，而是在不同观点之间，依然能够保持理解与尊重。最后，也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大家。如果抛开网络上的各种评价，只从作品和公开表现来看，你对王一博最大的印象是什么？是他的坚持，是他的成长，还是他始终保持自己的那份真实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让我们一起理性交流，分享属于自己的答案。我是黎春正。如果你也喜欢王一博，喜欢今天的视频内容，别忘了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支持一下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与陪伴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